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债券投资的。那么债券的话，从长期来讲的话，它的整体的收益率肯定比银行理财要高的。比如说中国的公募基金中的债券基金，它大概是过去年化的收益将近7.几左右，那么这收益是非常可观了。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去购买这个债券基金，或者说去直接去买债券的话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考虑呢？那首先呢，大家要明白中国这个市场上这些债券种类，它基本上可以分为利率债跟信用债两大类。那么所谓的利率债，就是说有国家政府背景做背书的这些，我们称之为叫利率债。它发行的包括中央政府所发行的国债，中央银行也就是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央票，金融机构发行的这些金融债，以及包括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城投债。那么这些它都是有国家信用做背书的，所以相对来讲，它的违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就是那些公司企业所发行的债，那相对来讲的话，它风险就会大一点。到底这些债券我们买的时候要关注什么呢？关注两点，第一个叫信用，第二个叫做利率。那么信用就是说，这个债券你到底会不会违约？我把钱借给你，那我关心的是你到时候会不会还本付息的问题。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利率债它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比较稳定的这个国家而言，那么一般来讲，利率债的违约的可能性是比较低。但是信用债就不一样了。过去几年我们会发现，好多的那些比如经济不发达地区的，或者一些落后产能的这些企业的，他们所发行的债券，它纷纷的出了问题。那么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关于这个利率，因为市场的利率它跟债券市场的话，它是成负相关的关系的。如果说利率下行，整个市场的钱比较多，那更多的人就愿意投资债券，这样债券整个价格会上涨。那么如果说利率上行的话，也就加息的话，那大家就更愿意把钱存到这个银行去，那么债券会得到抛售，所以债券呢整个收益率就会下降啊。所以这样就搞清楚这个之后，我们知道在降息周期，你买债券是最好的方式啊。